嘿，我的小伙伴，你会因为要做那么多工作而不知所措吗？有没有因为没在需要做的事情上花足够的时间而浪费了精力？会不会希望自己可以在不精疲力竭的情况下产出更多？好吧，不是你一个人有这种想法，我们的社会推行的文化提倡少睡眠和持续的工作，这从长远来看是不健康的。但是，灵活的日程安排可以让你小有成就，产出高质量的工作，同时最大限度地减少疲劳，营造一个更平衡的生活。这支影片就来说说12种可以让你更有效率的方法。1、养成早晨的日常习惯。晨起日常听起来可能会适得其反，因为有人可能会倾向于直接从床上跳起来开始行动，这很好，但晨间活动实际上有助于提升一天的基调。试着找到一个能让自己感觉踏实、专注，并能把自己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去的方法。也许可以尝试在一夜好眠后吃一顿健康的早餐，然后开始快速的冥想。2、在受到启发之前就进入状态。谁不喜欢励志名言呢？但那些只能一时鼓舞人心，点燃激情，让你走出去做那件事，但是等到有了动力才开始做一件事，并不能有助于获得动力，还要等很长时间了。最好是开始就让它激励你能做更多的事情，一旦开始，可能就不想停下来了，因为会找到太多乐趣。3、把任务分成小任务。要吃掉一头大象，最好的办法就是一次咬一口。是的，这是奇怪的意象，但是当想到你必须完成不想做的任务时，会感到不知所措。因为活似乎太多了，但当把任务分解成小的、清晰的任务时，完成这项任务就比较容易了，甚至可能开始想到如何用更少的压力和努力做更多的工作。4、先做最重要的任务，或者最无聊的任务。有些任务比其他任务更重要，有些任务我们宁愿不去做，然而一旦完成了这项任务，会感觉好多了。马克·吐温曾经说过，早上第一件事就是吃一只活青蛙，这一天就不会发生更糟糕的事情了。吃青蛙任务是最大、最重要的任务，如果不早点完成它，很可能会拖延。5、不要一心多用。你认为自己很会一心多用，尽量不要这样做，你可能会成功的完成像做家务这样的低级任务，但如果任务需要更多的精神投入，你会比专注于一项任务更快的让自己疲惫。斯坦福大学的一项研究发现，多任务处理的效率低于一次只做一件事。研究还发现，经常被电子信息流轰炸的人不能集中注意力，不能回忆信息，不能从一份工作切换到另一份工作，也不能一次完成一项任务。6、少走神儿。当有工作要做，而你不愿意做的时候，任何其他事都是更有趣的。随机的想法和差事突然出现在脑海中，比如记得要去洗衣服。分心是正常的，但不需要立即去处理它们，试着把自己认为重要的事情单独列一个清单，然后再去做。7、不要因失败而失望，不要因成功而盲目。我们都会失败，这种事经常发生。我们以为通往成功的道路是平坦的，但失败是为此付出的代价。成功是令人惊喜的，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，它可能会让你停滞不前，感到舒适。从失败和成功中都可以学习，是什么导致错过了目标？下次该如何提高？从中学到了什么？或者是什么帮助实现了目标？下次能做什么来复制出类似的结果？8、监控时间都花在哪里了？从 YouTube 到 Netflix， 再到视频游戏和社交媒体，以及我们很多人都有暴饮暴食的经历。你可能正全神贯注于这些活动，然后突然就到了凌晨2点。提高效率的一个更好的方法是限制这些无聊时段，要意识到自己的时间和精力都花在了哪里，以及当你参与这些活动时的感受，是感到精力充沛，还是疲惫不堪、压力重重，想怎么补救？如果计划好自己的时间，可以完成任务，还会有负罪感吗？9、劳逸结合。一旦开始工作，几乎停不下来。最近发现，成功人士会想要做这世上的任何事情，但你需要慢下来，休息一下。番茄时间管理法是个很好的方法，可以有助于整合休息，限制拖延，提高工作效率。在25分钟的深度专注工作之后，休息5分钟，
休息的时候。脱离工作是非常重要的，也许做些伸展运动、散散步，或者做呼吸练习。10. 学会说不。这个习惯不仅对自信有好处，还能在生活中建立权威，这对提高生产力也有好处。你可能会被诱惑或被迫同意做一些实际上没时间做的事情，而你的工作量已经很饱和了。不要承担与自己无关的事，说不可以救赎生命和时间。11. 使用28原则。帕累托法则或28原则说明大约 80% 的结果和来自 20% 的努力和方法有关，基本上需要专注于 20% 的任务清单，这是对你需要的 80% 的结果负责。让我们假设正在学习如何弹吉他，而不是学习扫弦或打节奏，考虑学习基本和弦和过渡，这样就能在 20% 的时间里得到 80% 的结果。12. 少做决定。做决定是一件耗费时间和脑力的事情，解决这个问题的一种方法是自动化，让事情变得更容易，无需太多思考。每天没有足够的时间做饭，那就尝试备餐或点外卖，不知道该穿什么，就看看胶囊衣柜，或者最少化自己的穿衣风格。艺术家安迪·沃霍尔几乎总是穿着黑色马球衫或高领套头衫。有很多决定要做，不要让无关的决定占用极其宝贵的时间。你会尝试一下影片中的建议吗？欢迎在下面的留言区告诉我们进展如何。一如既往，参考文献在资讯栏，记得点赞并与可能从中受益的人分享这支影片。别忘了订阅我们的频道并开启小铃铛，这样无论什么时候我们发布新影片，您都能收到通知。感谢收看，我们下支影片不见不散。